有观众朋友问我快手上有没有一款可以局域网联机的游戏，老实说，如果不是被问到，我都快忘了这款叫 MXR 的 VR 射击游戏。它不仅可以局域网联机，而且还是免费的，同时国内网络还能直连。只不过对于射击游戏来说，延迟会很大。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款在快手上存在快2到3年的老游戏，看它现如今有什么变化。VR 是虚拟的，但体验是真实的。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 VR 网络，我是老朋友翟老师。估计很多朋友之前是有玩过 MXR， 或者是对它有那么点印象的。但这些年以来，它有点像是一款被遗忘的 VR 射击游戏。即便是作为免费游戏可以吸引玩家来试玩，也没有掀起太多波澜。主要原因还是因为这款游戏的开发者曾经长时间的消失过，游戏内容开发一直处在停滞不前的状态，甚至于期间有大半年时间从快手上直接下架了。因此，游戏本身就是作为独立游戏开发者的作品的话，缺少了稳定的开发效率，带来长期更新，就不能稳固社区玩家和年轻用户。不过好在现在游戏开发者又重新回来了，并带来了一些更新，让游戏重新走上了轨道。那大家可以看到，现在 MXR 更新之后已经有了枪械皮肤，我个人感觉这款游戏的枪模在快手上就算是最好的了，纹理高清程度甚至是高于巴甫洛夫一体机版的。所以现在有了皮肤之后，看起来就更顺眼了。说到这个，我一直希望咱们国产 VR 射击游戏《雇佣战士》能够在枪模质量上进行提升，这是《雇佣战士》比较明显的一个短板。还有就是空弹可从枪膛里跳出来的动画，《雇佣战士》也是没有做到位。像 MXR、巴甫洛夫、Bone Lab 都是能看到子弹轮转的那个过程，但《雇佣战士》就只有弹壳直接跳出来的那部分。而且在 MXR 里支持你自定义对装备在胸前摆放的武器做位置调整，这也是其他 VR 射击游戏都没有给到的。但它在武器方面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枪械种类太少了。虽然有了跟巴甫洛夫相似的武器购买菜单，但是可供选择枪械就很少，这一点也是多年来开发者一直没有去解决的问题。同时也没有增加类似给枪安装瞄清握把之类的功能。倒是游戏的画面表现力确实很突出，就对比一众其他 VR ATG 游戏，主打一个明亮醒目。我记得之前在 B 站刷图形学 Games 101视频的时候，其中主讲老师就说过一句话：简单判断游戏画质好不好，你只要看它亮不亮就行了。就是说 MXR 是 VR ATG 游戏里少有的场景照明做了像现实日光的感觉，而且每张地图你都可以注意到场景道具会有类似环境光遮蔽效果所带来的阴影，所以你进到游戏里的第一印象就视觉感官是非常舒服的。包括像丢手榴弹爆炸出来的破坏效果，以及还有你的燃烧弹可以用点火机点燃再丢出去形成的火焰效果，这都是 MXR 比较让人印象深刻的小细节。但是 MXR 作为一款快节奏的多人 VR 射击游戏，即便是到了今天也只有团队死亡竞赛模式，这也是游戏留不住玩家的一个主要问题。你很难想象一款射击游戏从始至终都只有一个模式，而且连最经典的爆破模式都没有。这一点主要还是我一开始就提到过的独立游戏开发者的开发能力和效率问题。但没有可靠游戏内容深度做支撑， VR 玩家就很容易流失。这一点还体现在游戏地图上 ，MXR 都是类似井字形的轴对称小地图为主。虽然后来更新了模仿 Dust2 的一个图，但地图的重复可玩性很低，尤其是每局还最多支持8对8的16人，满人之后就显得十分拥挤。交火过程主打一个随缘嘎嘎乱杀，对于团队死亡竞赛模式来说，一时的游玩乐趣还是有的，但是稍微多打一局就容易让人感觉烦了。游戏目前在 Epic Lab 商店有747次评价，收获4.2的评分，这个数据说明还是有人保持关注的。对比起刚上架 Epic Lab 商店基本看不到活人的情况，现在起码每次进去，无论是什么时间段，还是能够看到几个开着有玩家的房间的。只是现在里面的用户基本上是以小孩子为主，这一点倒是跟巴甫洛夫 VR ATG 版如出一辙。这些不能自控的小朋友总是全程不停歇的语音狂暴输出，即便你听不懂英语也是很烦的。然后说 MXR 从诞生的一开始就让人有种是模仿跟随巴甫洛夫的感觉，就连游戏里那些单人模式下 boot 的机械呆板动作都很像。但无论如何 MXR 依然是一款极具潜力的游戏，尤其是当巴甫洛夫在快手上即将以付费的形式上架官方商店，那些玩免费游戏的小朋友终将需要另外一个游戏来代替，那 MXR 毫无疑问就是最佳选择。OK， 那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我们是不等着 VR 成熟，而是陪着 VR 成熟的另外走圈。如果你也是对 VR 相关感兴趣，欢迎关注我的频道，点赞、投币、转发3连。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